玄慈作为天龙中的少林方丈，近些年来由于电视剧的改编，让大家对他的实力低估了不少。在书中他还是很强的，绝对对得起少林方丈的含金量。他会2项少林72绝技，一个是大金刚掌，一个是般若掌，和他同门师兄弟的玄难和玄技也就堪堪练成一门，玄慈能练成2门，也算是少林100年难遇的奇才了。书中他最惊艳的战斗有2场，第一场是在少林与乔峰交手，当时乔峰潜入少林，被诬陷杀害玄苦，玄慈带着玄难、玄寂等人围捕乔峰和假扮知青的阿朱玄慈，首先使出一记大金刚掌阻拦，被乔峰以铜镜挡下，虽掌力已被铜镜减去10之6、7，但余下3、4成却把阿朱打得濒死。由此可见玄慈内力之深。乔峰无奈提着受伤的阿朱跃向屋顶，却不料玄慈又是一掌击来，乔峰仓促间竟被打得立足不稳，从屋顶上摔了下来，这让乔峰内心非常吃惊。他心想自己出道以来几乎未逢敌手，今天这位大和尚当真厉害至极。还有一场就是和尤坦之交手，当时尤坦之已经练了易筋经，功力大增，玄慈其实不太想打，但是面对尤坦之的咄咄逼人，作为少林方丈他也不能坐视不理，于是只以手势使出一招礼敬如来，硬扛尤坦之攻来的掌力，一时之间两人竟势均力敌，不分伯仲。但由于尤坦之掌力太广，所以玄慈身上的束带被震断一根，并非像电视剧改编的那样被尤坦之2招就打得吐血重伤。这表现其实比丁春秋好，看很多丁春秋被尤坦之打得后退5、6步，而玄慈却能硬抗尤坦之掌力，这还是他无争斗之心，没有全力出手的情况下。由此可见玄慈要强于丁春秋，也要强于慕容复，估计只比枯荣大师和天龙4绝逊色一点，因为慕容复与丁春秋才堪堪打成平手，所以其实这里也能看出慕容复的名声与实力严重不符。其实玄慈这样的实力才符合他少林方丈的位置，否则随便来一个人就能把他打吐血，那他这少林方丈未免太掉价。还有天龙时期本来就是少林的巅峰期，这期间有绝顶高手扫地僧，后面又收了慕容博、萧远山2位顶尖高手看门，下面还有好几个玄字辈高僧，几乎都不输一流高手。像乔峰的师傅玄苦大师一身易筋经已经练得出神入化，若非他慈悲心肠，加上萧远山暗中偷袭，正面对决萧远山不见得是他对手，这也是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。说萧远山30年前在雁门关明明战力无双，玄慈带去的21个高手被他一刀一个杀了17人，最后只有4人存活。为什么30年后他的实力不进反退？其实这也不难理解，因为藏经阁扫地僧已经说明了答案。这些年萧远山遇到了武学障，再加上瞎练功，积累了很多暗疾，想要再进一步几乎难如登天，所以萧远山相当于没有进步多少，再加上年纪上来了，没有了年轻时候的血气。而其他人这些年也不是原地踏步，比如玄慈30年前可能他的大金刚掌还没大成，现在不管心境和武功肯定更上一层楼。相比于萧远山的微末进步，大家自然觉得萧远山变弱了。